亲爱的大家早上好，我是 Jessica。 有的感情让我们从那些不太快乐的经历里面长出了盔甲，变成更好的自己。也有的感情呢，虽然大家最后遗憾分开，但是也给了我们很多温暖和收获。所以今天的听友故事分享环节主题是一段感情教会我的事儿。大家的分享特别有画面感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曾经喜欢上一位学长王俊凯平替的程度，为了创造跟他多接触的机会，加入了并不喜欢的学生会，在群里回复消息都会想尽各种办法引起他的注意，费尽心机真的和他交往了。那段时间心里每天都是鼓鼓的，被幸福填满。室友们说圆圆喜欢，圆圆得到，暗恋他的人很多，我被这句话冲昏了头脑，感觉自己杀过了千军万马，赢得了他。现在打这段话，我想停下来先抽自己一耳光。其实当时的危险信号有很多了，他前女友几乎遍布各个专业，喜欢断崖式分手。我侧面问过他，他说被吸引是一种冲动，但是了解一个人需要过程，因为他们追得太紧，逼着他交往，所以匆忙在一起以后才发现不合适。他50度望天，用气泡音说没关系，让我承担这个骂名，我永远不会站出来指责女生。这段我是不是也应该用气泡音来念？我不仅接受这段说辞，还觉得他真的帅死了。好，现在想抽自己第二个耳光了。后面的情节我也不用多说，上个星期还在商量去哪儿看电影，下个星期就收到他的一句，我想了一段时间了，我们可能不合适。而我们才交往了2个多月。其实我一点都不惊讶，甚至早就知道这一天的到来。交往中那些明晃晃的此人是海王的信号，全部被我故意忽略掉，忘了在哪里看过一句话，每个在恋爱中的女人都以为他对她来说是不同的。这段感情教会我透过外貌和花言巧语去看清一个人的本性，永远不要觉得自己可以改变一个渣男和海王，永远不要给他找借口。谢谢这位妹妹很幽默的分享，但是不要总想着抽自己耳光了好吗？前一段异地恋以撕破脸的形式结束，在林宥嘉的粉丝群跟男朋友认识，我俩太频了，经常他说一个梗我就立刻能接上。后面他主动加我微信，第一次视频以后就跟我表白了。我很喜欢他，从来没遇见过跟我气场如此契合的人，但我发过誓再也不会碰异地恋了，而且我俩的距离非常远，上一段仅仅是4个小时高铁的距离都没办法维持。中间省略男朋友的表决心和不放弃，我终于答应试试，但是在心里始终相信异地恋不可能善终，所以付出的并不多。但是他会早晚报备，分享一切很小的事情，有时候发太多我都嫌弃他。他制定了1个月必须见一次的计划，当然每次都是他来见我。他们实验室新来了一个师妹，对他有好感，什么事情都要借口不会来问他。他先是第一时间跟我讲了，然后给我们3个建了一个群，跟师妹说我老婆知道的比我多，你加上她微信，方便以后问她。师妹其实也挺好的，逐渐就知难而退了。她给了我足够的安全感。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异地了，她想办法到了我工作的城市。我们的感情让我明白，异地恋不是劈腿、冷漠、冷暴力的原因。如果足够在乎对方，就可以克服距离，给到对方安全感。小时候是个丑小鸭，在亲戚小孩里面是颜值最低的，所以经常被他们开玩笑，说我眼睛怎么像没睡醒一样，黑得像块炭之类，所以对自己的外貌非常自卑。上大学开始会打扮了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妆容，开始被男生要微信，对外貌就有了很多的自信。我喜欢这种被关注的感觉，想进一步证明自己有很多吸引力，于是主动去追当时比较耀眼的一个男生。而他有女朋友。我有过愧疚感，但是被一些脑残的想法给洗脑，比如爱情里面没有对错，没结婚前大家都有选择权，他只是比我先认识他，等等等等。暧昧了一段时间，我有足够把握他会为了我分手，结果他说我比他女朋友懂事，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？
我不敢闹，心底里的自卑又冒出来，怕失去他，于是暗戳戳开始秀恩爱，试图让他女朋友发现，然后主动提分手。他先发现了，跟我大吵一架，对我进行容貌羞辱，明明知道这是我最在乎的点，也狠狠地骂了下去，像我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。如果让我回到从前，我肯定不会主动招惹他了。这段感情让我看见，自卑心能让一个人做出多么莫名其妙，甚至连我自己都觉得丑陋的举动。通过别人的关注来提高自己的自信心，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愚蠢的事情。谢谢这位妹妹的信任，我想你能分享这样一段故事也肯定不是很容易的事情。那如果信心是需要别人给我们的，他们想要的时候其实也很容易就再夺回去，但如果自信心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，那就会永远都属于我们。那祝你越来越好。前男友属于别人家的女婿，就是那些妈妈们一眼见到就喜欢的类型。我第一次带他回家见父母，他们笑得合不拢嘴，毫不夸张，我妈差点原地给我俩举行婚礼了。包括分手，他也非常体面，先是给我爸妈打电话，说明了我们的感情状况，表达了自己的遗憾，同时提出以后他们有什么需要，还是可以随时联系他。挂掉电话以后，我父母扼腕叹息，我爸甚至想出要不然就认他为干儿子的荒谬至极的想法。那么为什么分手呢？因为他的底色是自私自利，笑里藏刀。举个例子，如果僵尸忽然来了，他是那种会跟我说别害怕，来抱一个，然后趁我不注意把我推出去，吸引僵尸的注意力，以便他可以逃跑的类型。抱歉，我脑洞开得有点大。但是这段感情里面，我也跟他学会了很多东西，包括如何在领导面前留下好印象，如何在被同事陷害以后为自己争取时间。有时候我觉得我不像是谈了一场恋爱，更像是参加了一个如何更好的社会化的辅导班。人性真的是非常的复杂，分手以后我们还会联系，我请教他一些问题，他也会教我，老体面了。后来他很快交了新女朋友，我也自觉不再联系了。过了很久，有一件事情想起来需要问问他，发现已经把我拉黑了。很像他会做的事。职场恋爱是大忌，知道是一回事儿，照做又是另一回事儿。跟前任是在同一个部门实习认识的，正式入职发现又分在了同一个公司，顺理成章就谈上了。我在他面前毫无顾忌地吐槽同事、领导，这是我后面才意识到的，那就是他不会在微信上回复我，每次都是打电话。我当时还以为他对我很紧张，想立刻安慰我，后来才明白，那是因为他早就留下了威胁我的证据。在一起半年以后，矛盾逐渐不可调和，我提了分手，他不愿意。拉扯了几个月，他甩出来一大堆聊天记录，如果我跟他分手，就把这些我吐槽公司的内容全都发到公司大群里。我一晚上没睡，跟朋友们商量，他们一致认为绝不能妥协，实在不行就用法律保护自己。所以我第二天就辞职了，告诉他想发就发，但是我会告他。后面缓了几个月，想到就哭，幸好有几个很好的姐妹一直陪着我，劝了我很久。这段恶心的感情给了我深深的教训，认识几个月我就对他全然信任，什么话都说。我现在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，会先观察和了解男朋友的三观、为人处事，还有办公室恋情要慎重再慎重，因为对方跟你在同一个领域、同一个同事圈子里，一个不小心丢了感情，还要丢掉工作。谢谢这位听友的提醒，那希望你现在已经找到了更好的工作。发现前男友跟我交往的同时，还有一个异地女朋友。冷静下来，我脑海里立刻联想到短剧里面的剧情，我跟他另一个女朋友联合起来，同时跟他分手，然后我们俩变成好朋友。想到就要行动，我也要来感受感受爽剧里的女主。我加上了那个女生的微信，计划让她找时间突然出现在前男友面前，我们两个联合起来给她一个惊喜。对方竟然早就知道我的存在了，对我态度很差。我试图跟他讲道理，
姐妹，我不是小三，我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。这种时候我们就是应该团结起来，劈腿是他的错，不是吗？没想到这个女生认为我是想逼他们分手，还说知道我为什么比你沉得住气吗？因为你只不过是我们暂时异地的调味剂，怪不得你跟他这么长时间不能转正，你根本就不懂他。我到现在都能把他这段话原话背诵出来，因为我当时气得直抖。那从这段感情里面，我看到原来并不是每个女生都会相信 girls help girls， 而我冒昧联系到对方一顿输出也是很冲动的。或许我也没有什么边界感，如果能够重来，我只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他，但绝对不会越界了。括号爽剧害我不浅，但是我还爱看。谢谢这个朋友的分享，我觉得大部分女生应该还是会感谢你去告诉到他们，不然的话自己还蒙在鼓里面。这个可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，也希望你已经从这段感情里面恢复出来了。从你很幽默的表达方式，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很 OK。我们在学术会议认识的，当时感觉是一个 nerd 认识了另外一个 nerd， 就是书呆子，每句话都是思想的交锋，非常上头。但是他很抠门，一起出去吃饭永远都点特价的便宜的菜，还要跟人家要免费的小凉菜饮品，能占便宜一定要占。而且他还拦着不让我花钱，每次我看不惯说我来付钱请你吃点好的，他都拼命的挡住我。他的理论是吃什么不重要，最后不过都会变成大家懂我就不说了，但是知识就不一样了，装进脑海里都会变成我们的修为和思想。我也是头脑发了昏了，甚至一度觉得他这个理论很清新脱俗，毕竟他也没有双标，自己不花钱也不会花我的钱，于是我陪着他过上了乞丐一般的生活。后来实在不能忍，主要是跟他出去太丢人了，于是匆忙分手。我在这段对不起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非常有画面感，这个故事真的太好笑了。那我冷静一下。我在这段感情里学到我在这段对不起，我一会儿把这个剪出去。我在这段感情里学到，一段亲密关系里面有相似的金钱观和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到底都是要吃饭的俗人。他是我的理想型，我喜欢他的一切，包括说话的音调、口头禅这种很微小的细节。人生中第一次，可能也是最后一次，深刻的爱上一个人。他性格很温柔，但是非常没有安全感，经常查岗看我的手机，朋友聚会必须拍视频，有的时候隔10分钟就要打一次视频电话。刚开始我在说服自己是因为他很在乎我吗？也尝试用轻松的方式跟他沟通，开玩笑跟他说，放心，别的女生看不上我，我这种长相也就你能收留我。他反问我，你的意思跟我在一起是因为别人不喜欢你，你才选了我吗？我承认我说的话有漏洞，不讨喜，但他的反应远远超过这件事的严重性。我在他面前越来越小心翼翼，因为不一定哪句话就得罪他，让他多心了。他说跟前男友发生过一些不好的事情，所以他敏感，没有安全感，我可以理解，也试着去包容。研究了一些心理学的文章，说一段有安全感的感情可以替代以前不好的记忆，所以我尽了全力去讨好他，对他好。那段时间能不出去就不出去，完全不参加公司里的聚会，下班就回来陪他。但是他总能找到不满意、不高兴的细节，让我逐渐抓狂。他说，如果你做得好，我就不会这么敏感了，还是你做得不够。我开始怀疑自己，后面听见他的声音就很紧张，连同事都看出来我状态很不好。我清楚记得有一天去理发，发现后脑勺有一块秃斑，那个时刻就意识到再也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。不管以前他在男朋友那里受到过什么伤害，我尽力了，我没办法拯救他。
这件事情过去1年多了，我其实还在恢复中，最近状态好了一些。我从来没跟家人朋友说过这些事情，今天想借用杰西卡的平台，跟过去这段感情正式的告别，开始新生活。如果说我从这段感情里学到了什么，大概就是不要高估自己拯救别人的能力，在消耗性的感情里面一定要及时止损，这样对双方都好。在人生非常艰难的时候遇到了前任，温柔体贴，随叫随到，把我从情绪低谷中解救了出来。后面我副业发展的越来越好，精神状态恢复了，也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。他开始各种闹别扭，表示不满，不愿意让我出去社交，说怀念以前的我。但是以前的我明明状态非常差，经常在家里哭。有一次又吵架，他冷笑说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一滩烂泥的时候，谁收留的你？我彻底明白，他根本不是爱我，是享受我曾经把他当作救星和唯一的那种高高在上，可以随便操纵我的感觉。事实证明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他在分手以后还给我造黄谣，试图让我副业的合伙人跟我拆伙单干。还好，周围都了解我是什么人，没有信他的话。朋友们把我好好的保护起来了。现在想起来这段感情，我甚至仍然有一丝感激，毕竟他真的陪我度过非常难的一段时间。但我也明确的知道，他目的不纯，那也根本不是爱情。所以想发出来提醒大家，千万不要把任何人当作自己的救世主，而且在人生低谷更要防范那些貌似给予关心，其实是想在你最脆弱的时候控制你的人。谢谢这位朋友的分享，也感谢你提醒大家，确实有一句话说，靠山山会倒，靠水水会流。那我们真正的靠山呢，其实是自己。那祝福你现在变得更加的快乐，然后更有自信心了。跟老公是相亲认识的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浪漫甜蜜的时刻，比较谈得来，看双方都算顺眼，性格上面比较相像，谈了1年多就结婚了。我是爱人，所以也不是很喜欢当众表白这种浪漫的桥段，但是看见朋友圈情人节、七夕节，有的朋友晒鲜花、蛋糕，还是有点小羡慕。我提过一次木头（括号我老公的小名很符合他本人性格特征），给我转了个520，让我自己去买个蛋糕吃。我们结婚第2年，我得了一个小病，虽然不至于没到医院伤口就愈合了，但是也很轻微，多休息几天自己就能好。但我老公非常紧张，手写了一份长长的食谱，跟我说一定要注意饮食，上班时间给我打5-6个电话，下班回来给我带各种我喜欢的小零嘴，把我像小孩一样哄着。我在家休息的时候，想到结婚以来我没刷过1次碗，没有做过1次家务。他说做饭已经很辛苦了，所以这些由他来。我想在我们的婚姻里面，我感受到的一句话是，有人问我粥可温。朴实无华的感情并不等于平淡，柴米油盐里的照料，那也是一种浪漫。所以现在的我很满足。情人节又要来了，我猜我仍然不会收到鲜花和蛋糕，但是让他给我做个大餐，那还是没有问题的。好幸福哦，祝福你们。刚进公司是他带的我叫他师傅，他叫我小丫头，现在想想很恶心，但是当时非常沉迷其中。我爸妈在我小学时候就离婚了，可能因为我的成长缺少父爱，所以很容易对成熟的男性有好感，虽然他也就比我大5岁。我能进公司靠了一点运气，本身不是这个专业的，所以很紧张，怕没有业绩。他给了我一些指点，那时候我看他就是时刻的星星眼，非常的崇拜。我们暧昧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想要等他确立关系，他都没动静。后来正好公司宣布了禁止办公室恋爱，所以我在想，我也不够优秀，还配不上他，继续这样的状态也还可以。而且在工作上面我变得非常努力，也是想让他对我另眼相看。后面我的客户给我介绍了一个很大的客户，我很高兴，立刻跟他说了，想让他为我骄傲。结果他竟然想办法跟我要到了这个客户的联系方式，背着我把他撬走了。
我质问他，他说这也是为我着想，怕我没经验会搞砸，何况他的提成也是我的，我们两个人还用分得那么清楚吗？我气死了，根本没听他的话，跟他说如果不把客户转回给我，我就告诉公司我们在谈恋爱。他立刻着急了，死磨硬泡求着我千万别冲动，就差给我跪下了。在我面前的那些高冷成熟游刃有余的形象完全崩塌，真的非常可笑。更好笑的是，我还一度觉得瞒着同事们谈恋爱非常的浪漫。这段感情教给我的就是不要对看起来有能力的人有滤镜，年纪比我们大，工作经验比我们多，不等于这个人就比我们强。另外，我挺为自己骄傲的，因为他做这件事情就是算准了我会唯唯诺诺听他洗脑，心甘情愿让他撬走大客户。但是我可不是恋爱脑，事业为重这件事情我一直记得很清楚。最后的结局是我跟他一起跟进大客户的单子，因为转来转去必定不好看，但提成我拿 90%， 后面他就很心虚的换了公司。我在犹豫，我的故事可能太普通了，我跟前任没有什么狗血剧情，纯粹远距离恋爱，大家都觉得很孤独，连周末一起看电影逛超市这种简单的事情都做不成，而且什么时候能结束异地也是遥遥无期的，所以和平分手。但是我时常会想到这段感情，也会感谢他，因为中间我一度恋爱脑，想辞职搬到他工作的地方。前任把我劝住了，他说事业是女人的底气，我的工作这么好，不能说放弃就放弃，而且我父母为了这份工作也付出很多，要我替他们想想。括号，大家别误会，不是托人情找的工作，是我当时本来在国外读研，面试到这份工作以后就立刻回来了，等于我爸妈白白浪费了1年的学费。他还说自己会想办法，要换地方也是他到我这里来，当时确实非常的感动。我现在还是单身，有些遗憾，尤其看到他结婚以后的生活挺幸福的。我早就看出来他很适合结婚，但是因为当初听他力劝才没有离开公司，我事业发展得非常好，赶上了我们这一行的时代红利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，借仙人掌遥祝他一切都好。那我也来分享一个，我看过一个综艺采访一对感情很好的明星夫妻，主持人就问女演员，她是韩家人，说你最爱老公的时刻是什么？韩家人就说是他们两个在家里的卧室一起说别人的坏话，然后一说能说好几个小时，老公讲的比他还狠，一瞬间就觉得非常的解气。然后他就讲说那个时刻觉得还是很爱老公的，他描述的特别可爱，当然可能也有开玩笑的成分，但我当时一边看一边想说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这是一个很小的点，但确实也是我在自己的婚姻里面学到的一个事情，就是能够耐心倾听对方讲话，能够设身处地的去共情，确实会增加大家的感情。今天呢，再次谢谢朋友们的这么真诚的分享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，这个特别节目才能一直都存在。这个星期六呢，就是情人节啦，不管我们有没有情人一起庆祝，都祝大家开开心心，好好爱自己。谢谢大家的倾听，我们下一期见喽。